恭喜大家在第5次直播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整季的目标点亮数，64万66万8488，274万双耳朵，299万，313，耶！总计为1098万0544双耳朵被点亮，我们超了，没有看错，自我挑战的时候到了，请各位成员自行制定后续广播点亮小耳朵的总数，看看本季能温暖多少双孤独的小耳朵。勇敢的少年啊，快去创造奇迹吧！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本节目由搜索就用8亿人都在用的百度 APP 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更多企业海量职位在招聘。本节目由找工作就是快的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常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招商银行 APP，1亿人的财富生活。本节目由听着就美好的招商银行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3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每周5中午12点尊享 Plus 版。说一个人长大，说一些爱呀，这里正夜有。嗨，早啊，早晨毛衣娜娜，是不是我的早晨毛衣？接下来我们得自行制定点亮耳朵的总目标数。我们现在是多少了，弟弟？加起来一共？咱1000超了有500-600了，差不多。1000多500-600。那我们到了1000万，应该也有什么惊喜吧？对，完成了就完成了，连个烟花都没给我们放。我想想还剩1次、2次、3次、4次，还剩4次播出。2000多，2000多肯定妥妥的。3000最后整季没有完成任务。如果3000我们完成的话，据说有个巨大的惊喜。3000呀？啊，3000，别乱了，2800吧。现在是1523万。然后如果到2800万的话，我们差1270万。差1270万，还有4次啊。如果是4次的话，每次要达到313、317。咱最高才313，没算明白刚才。2800达不到哎。好怂啊！真的压力很大的，真的要算的。
我们280行不行？每天280，给自己约定，高不高？每天280，那就8吧。我们再写一个2680，他们并没有说让我们今天就要决定啊。我想说，今天录完了之后，也可以直播完了之后，我们再确定。好。本期新玩法，通过你们对广播小站的了解程度来决定你们每人负责主接通的电话数量。请每人回答正确率最高的人，可以率先选择你在本期广播中想主接电话的数量，3通、2通、1通。来吧，互相出题吧，好不好？好。我先抽到一道题，和易烊千玺一起滑步的小猫猫是谁？滑步，阿凯呗。回答正确，好，你得1分。好，你给娜姐出题。董又霖的名言是什么？打扰了。送分题呀。董又霖煎鸡蛋时说娜娜把鸡蛋打糊了，请问当时娜娜一口气打了几个鸡蛋？双数肯定是双数。几个人吃饭呢？想一想。5个人吃饭。 6个。回答。错误，8个。5个人吃饭，你打8个蛋？对呀，千玺一个人吃2个呀。那一个人吃2个，那也是6个呀。那不是还有2个年轻人吗？一人吃2个。就是我只配吃1个蛋。我不是也1个吗？你只能吃1个，多了吸收不了营养。怎么代谢慢了是吧？来，该你问了。哇，好难过。你打8个蛋，真的。对，小站经营很辛苦的，你能不能省点钱？哎呀，为什么千玺都是这种送分题啊？遭遇跳高滑铁卢没有跳上导播台的小猫猫是谁？哎呀，太简单了，点点嘛。太过分了，你这些题。你只能感谢我，我手香。有的人手臭。难还是容易？难啊，完了，臭，太臭，手臭。王强做慕斯蛋糕花了几个小时？哦，那这就不好算了，真的，因为它中间断断续续的，这个是完全整我的。换一个吧，换一个。我觉得可以呀，你这就猜嘛。啊，2个小时吧。2个小时不对，3个小时，4个小时，4个小时。这怎么算？这个完全是整我的。那为什么我能答对？哎，那你第1个也没对啊。第1个没对，我是真的是答我。这个不算。什么慕斯蛋糕啊？你怎么这样？太吓人了。好，下一题，你不能再4答卷了啊！这位选手啊，该我了。我能不能让千玺帮我抽一个，你来给我出？来。如果真的这题也难的话，那就是我自己抽，容易吧？容易吧？送分题。听听看。撕了。你这手。来嘛，让我也得1分，我当然1分没得。娜娜给3味真火做的第1道菜是什么？3，不是，等一下，别，1，时间到。火锅。好，好了，这道题送你了。火锅，你做的火锅。千玺，告诉他真正的答案。鸡蛋吧。回答正确。看我把更多的蛋给千玺。我看到了。
我那么怀着爱给大家做的煎蛋，而且我们第一次跟弟弟一起吃饭，我们3个你都会忘掉吗？在我心中那根本称不上料理呀。那以后我真的应该给你多加一个鸡蛋了。我到现在为止一道没答对，我还自称什么广播小站站长，我卸任了。哎呦，送分题，娜娜给汪苏泷做的傣族舞的造型是什么？就加了一个那个粉红色粉红色的是什么东西？是我变出来的吗？是我的围巾吗？头巾还是什么呢？你的毛巾，头上裹毛巾。我不认为回答正确了，因为那不是我的毛巾，所以这道回答错误。我给你来一个，就剩3个。不聊了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点翻本的机会都没了？来，你先考娜娜。砍采用了几样工具？侯老师拿一样，我拿一样，然后那个周震南拿一样，然后王锵拿了一样，可以抢答吗4样。对了，这一刀下去，预示着我们一定会顺顺利利。快，再给我至少答对1题啊！我急死我了。送分题。送分题来了。切割、刮割、洗割分别是？切割是千玺，刮割是王锵，洗割，刮割是楠楠，洗割是王锵。好，决定了是吧？刮割，切割是千玺，刮割是王锵，洗割是楠楠。好，回答错误。你不能，我答对了，你就要给我肯定，你不能绕我。回答错误了。你刚刚我中间答对了，你绕我，我又改了。我没有让我说好，我就要揭晓了。你说，不，你自己在自作聪明的，觉得谁都在整你。又没答对，我要哭了。哎，怎么只有1题了？我们送何老师吧，让他对一个，免得弄得我们跟那个谁一样不懂事。是谁呀？那谁？谁呀？我觉得最不懂事的就是你。我不是吗？我哪里不懂事？你举一个例子啊！等吧。好，来吧，那最后1题。这就是送分题了啊。再错的话我就全错。王锵在《小王子》中饰演的角色是？嗨，2个角色，骑自行车的人和指挥家。因为这种刚发生，我要再答错，我就是脑子有问题。就这2个，对不对？对。好。来坐自行车，我带你去兜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儿。就这2个我分配的角色。好，回答错误。不可能。因为群众歌唱家的时候，他还扮演了群众歌唱家。妈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们不可能，你的答案里没有写这个。答案里没有说，答案是错的呀。我指出答案的问题啊！你们回去调监控。好了，这道算你对，这道算你对了，你赢了一道题。好了。第1名是弟弟，第2名是你，第3名是我，你们先选。弟弟，你要主接3通还是2通还是1通？我当然1通。
为啥呀？你主接3通吧，今天挑战一下，真的。你今天不仅主接，你坐在操控台去。操控台我没问题。你让他今天操控一下操控台，好不好？你选吧，你接3通电话，或者是你接1通，但是今天你主操。这样你做操控台，我接3通，把站长赶下马。站长已经自己要卸任了，你还把我赶走？你几通？这样吧，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弟弟操控，那我就2通吧，好吧？好，我3通，好吧？弟弟，我还在京东给你买了营养膏。哪个小朋友要吃营养膏？哪个小朋友要吃小鱼干？京东上买很多宠物的东西都有，而且送货送得快。换季了，你们会掉毛，我给你买了那种梳子哟。这个可舒服了，感受一下好不好？这都是给你们买的哟。京东有专门卖宠物的东西，好快好方便。就在这栋里面吗？就在这个房子里。哦，说实话，我有一点紧张。你紧张什么？我不知道进去说什么。大家好，就吃东西。大家好，我是小齐，可以啊。按娜姐，让娜姐来接我们。你有多久没有心动？有多久没有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有多久没有因为爱情哭过、痛过、崩溃？你有多久没有因为爱情哭过？主播来了，嘿嘿嘿！何老师 ，Hello， 楠楠一起，嗨嗨，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刚才一按娜姐，娜姐就开始，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个人流泪过？你有多久没有因为爱情？把我吓了一跳。继续说。哎，你们喝什么？咖啡或茶都有。啊？不是喝 Real 吗 ？Real 现在可以啊，可以啊。果然是美食节目，楠楠一来进去就开始吃。谢谢，谢谢。玫瑰花，给我吧。这是什么呀？哦，今天的任务卡。什么任务？亲爱的广播小站成员，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大家那些还没开口说出的话。本期广播小站将变身为告白广播站，接收、倾听、传递那些勇敢的动人的话。别忘了制定本期的目标点亮数哦。告白，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上面跟大家说，你们有什么告白可以写在上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帮他念出来。你们记得以前学校广播站经常会有哪个班的谁给谁点了一首歌？我觉得可以。我们今天要不要这样？我们不是之前一直想弄那个，一直没弄吗？就是我们又有那个空灵鼓，然后我们还有葫芦丝啊，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嘛，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合奏那种乐队。还有一个小乐队。对，我觉得肯定很好玩。我们有键盘吗？我看一下。哎，还有快板。怎么还有快板啊？快板，我的天！还有快板。你会吗？我不会，假如我妈还让我学来着，但我没学。何老师，哎，咱那次不是说1000达到了，不是有船什么的？对呀。弟弟有什么愿望吗？如果下次达标了，咱们就要个船在船上播，一个船，然后大家坐在一个里面，然后是在湖中间的，然后还是可以call in的，然后我们在那边是可以接的，对吗？弟弟，如果待会儿不下雨，我们就可以上浮台播。技术上已经在调试，已经解决了。哦，那个吗？娜姐坐在粥里面弹琴，帅不帅？
哇哦！哦，这个是 OK 的。叽，你又来呢？这个是什么？葫芦丝。谁会吹葫芦丝吗？弟弟会吹葫芦丝。弟弟是我们所有人的葫芦丝老师，这好不好说啊？葫芦丝老师。有那意思哎。所以这不是片头是吧？这是我们开始之后给大家对吧？你觉得这个是放到最后，觉得是一个有趣的 ending 还是？我们是要在直播的时候表演这个。对啊。你以为呢？惊了吧？楠楠根本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达到了播出的标准。等会儿演到一半，重来。可以，如果不行就重。我跟你说，我们奏之前还是要跟听众说，我们今天就是随手拿起了几样乐器，随手。太有趣了，这一声太有趣了。在今天开始之前，随意的、有的没的一次排练，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给大家演奏合奏一曲。是这样，我们随手走进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有些乐器，好吧，就没有排练，直接在直播说，我们旁边有乐器，来，我们给大家演。我这是什么呀？我们还是要介绍乐手。介绍谁的时候有一段 solo 吗？可以啊，来 solo。键盘谢娜。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拇指琴张延琪。大家好。吉他周正南。哎呦 ，What's up？ 空灵鼓何炅。进空灵了。葫芦丝千玺。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会不会听完我们的 solo， 大家不想听我们的合奏了？我们先每个人弹一下这个弦，好不好？然后我们看怎么把它拼到一起，好不好？好的，好呀。我们弹哪一段呀？副歌。来咪发来咪嗦咪来咪来咪嗦咪来啦来咪嗦咪来哆来哆来哆。来一起来。就一起来了。我先打个节奏，好不好？这样，你打完节奏以后，他一段葫芦丝轻奏，就像昨天作为前面，然后就进。好，娜姐已经开始编排了。制作人，来，你打完以后，哒哒哒哒哒哒，可以吗？哆来哆，然后我们就一起进。我该听着谁呀？我该听着谁呀？我该听谁的？该听着谁呀？我该听谁？我快笑死了，那个画面你知道吗？瞬间这些屋子都不见了，一下就到街边。街边演奏1分钱也拿不到，简直是乐器强盗啊！这个声音一出来，只听到他的声音。乐器协会发来律师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段葫芦丝的主旋进去之后，吉他先进，吉他进完了之后，钢琴进。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好，来。
我鼻涕都笑出来了。咚！太震撼了。我记得我懂了，我中间都不弄，所有人弹完了之后我可以有，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嗯。有人要吃冰淇淋吗？延琪，你可以吃可爱多，很好吃。我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应该是信来了吧？我有一朵花，我想它把我驯服了。听到了，辛苦你赢，谢谢。朋友们，我们去读信吧。走走。好，我们可以去暖房读信。哦，舒服。先把告白的那个解决吧，好不好？好。我发了一个告白墙，说这里是朋友告白墙，大家想要把告白的内容评论在后面就好了。我们在今晚的直播当中就会为大家转告哦，好吗？可以吗？好。弟弟，你曾经有过告白吗？我基本没有，但是我当时觉得特别后悔，很可惜的一件事儿，因为那天是我爸生日，跟我爸就隔着一个车窗，我就想说，我那嘴巴就是粘着张不开，那个氛围是在的。你本来想说哪句话？就说生日快乐嘛。生日快乐！对啊，就很简单的一句，男人之间那个情绪一起来，这氛围不对，你知道吗？我还特意把我的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然后关门之后，也还是没说出来。好像男孩子对爸爸说我爱你真的是很难。对，我突然想给爷爷奶奶表白了，但我从来没有做过，就真的很难说出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啊。就我这封信，我觉得需要大家帮忙讨论一下。你讲。他说我是学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自从我学了这个专业，很多亲戚就会拿着石头来找我鉴定，我也不好直说他们买入的价格太高了，这时候我都会说东西很有设计感、艺术感之类的。可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很为难，去年我奶奶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了，去世前她送了我奶奶一个翡翠镯子。奶奶很珍惜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戴在手上。但是家里的人又说这个镯子是假的。正好我放寒假在家里陪奶奶，她就一直缠着我要给她做鉴定。我瞄了一眼那个镯子，确定是个残次品，但是我不忍心说是假的，我怕伤了奶奶的心。但是如果我说是真的，奶奶肯定会拿着我的话去和别人争论，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告诉奶奶事情的真相吗？主要是奶奶还加了这个闺蜜的情感在里面，对她觉得对又加上这个闺蜜又去世了，她觉得她不可能拿一个假的东西来骗自己。但是她现在就是因为我的小孩就是学这个的，她就怕奶奶理直气壮地跟别人说，她说了这就是一个真的。他说一个假的东西是真的，也对不起他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和工作。而且奶奶很认真这个事儿，其实也可能未来跟街坊邻居争吵，可能还会把自己心里气出毛病。对，所以她为难就为难在这一点。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啊，真真假假，就是很说不清楚。就像我通过一个地方，我说，哎呀，我买到了一个真的，然后我把这个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后来发现它是假的，那你说这事儿如果不跟我讲的话，我反而会更难过。
因为你是送礼物的人那个心情嘛。那奶奶现在是作为这个拿到这个东西的那个心情。但是他奶奶的朋友已经去世了，就还是要给奶奶说实情。有时候奶奶跟街坊就是聊天，但是他那个就是传下来的一个礼物，它更重要的是情谊，而不是它这个值多少件儿。是的，所以就是事情的真相肯定是可以讲的，只是你可以选择这个语言的这个方式。如果是残次品的话，它其实也不是假的，它只是品相不好。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讲说，是真的翡翠，但是呢是这样，翡翠分很多等级，这个可能并不是说特别昂贵的东西。就像弟弟刚刚说的，可是这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情谊，对于奶奶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不管它是便宜的翡翠还是贵的翡翠，在我心中它都是无价的。对。我感觉这封信太针对了吧？针对谁了？针对我呀！朋友们好，我183女，针对你了，针对你了，过分，从小就比别人高，哎，幸亏不是我打开这封信，还因为个子高被拉去打篮球，结果我们班的比赛结果是咚咚咚，当当当。这是当当当，什么咚咚咚啊，咚咚咚，什么咚咚咚啊，敲钟，咚。他们都说我这183的个子白长了，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个子高的就要去打球，对不对？哦，这才是重点。你为什么跳过了重点？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不错的男生，对他有好感，想进一步发展，但我183，他178，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我像他大哥。铁汉柔情，我可太难了，好想拥有他的同款烦恼。我也想。个子高的人有个子高的优越和烦恼，就像个子矮有个子矮的优越和烦恼。个子矮有什么优越？灵活呀！你看，这就是刻板印象，觉得个子矮的人就灵活。我没有见过个子矮不灵活的。同样的距离，高个走3步就到了，我们再灵活要走5步，好不？你看，我也在对高个的人做刻板印象，觉得高个的人迈步子就一定大。啊，我这儿有一个。好，我最近很苦恼，我是一名男生，因为喜欢织毛衣而被他人嘲笑，说织毛衣是女人活，说我的行为特别娘。他就想问问，男生织毛衣真的很娘吗？又是刻板印象，对，而且非常刻板。我觉得男生织毛衣很温暖呢。哎，觉得很酷，别人都不会，我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很酷。我是觉得人很难得有一个兴趣爱好。那这个男生他喜欢织毛衣，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在心里认可自己，自己认可自己这个兴趣爱好之后，你就不要在意那么多人所谓给你的一些评价了。千玺回他好不好？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好。娘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贬义词？娘它有2个意思，都不是贬义的。古早一点的意思，它是少女的意思，小姑娘嘛，娘嘛。后来慢慢的有一个意思是母亲。我觉得无论是少女还是母亲，都不是贬义词。那我觉得一个男人性格里面有柔软的一面，也不是坏事。是啊。你好，我是千玺。首先，你有自己一个非常喜欢的爱好，这很难得。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可以给嘲讽你最厉害的那个男生给他织一个毛衣，你用你的温暖去感化他。你跟他说，我送给你之后，你虽然可以继续说我娘，但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是我给你的温柔。谢谢。好，棒，好。我来念一个啊。来，娜娜来一个。我和女朋友在一起3年了，商量着明年结婚，现在有了一个问题。他说结婚的条件是要我去做个双眼皮。他一直说我的长相很合他眼缘，就差了个双眼皮儿。我一直以为这是对我的夸奖，没想到他真的动了心思，
很慌张啊！我对我的外表挺满意的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没有一点想改变他的想法，我该怎么说呀？不是哪有就是说你做了我才跟你结婚这种，而且都在一起3年了。对呀，这个男的说他好慌张啊。对啊，感觉你被针对了，又被针对了，我感觉第2次被针对，咚。单眼皮有什么不好的？真的是单眼皮男生多有魅力啊！单眼皮男生很好看哎。如果公司跟你说你要做个双眼皮才能当队长，这另寻他人吧。就是你觉得这个是对男生来讲，其实这也是原则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出道之前，就很多人让我去割双眼皮。以前面试比较多嘛，就会说，啊，你看着好凶啊，你要不然去割个双眼皮吧。我当时我跟我妈有很认真的讨论这个事情，我妈就说，不，我生的儿子最乖最漂亮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就不管割与不割，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建立在你自己真的觉得这个好不好看的这个，是你自己的审美上，自己舒服对，很重要。哎，如果不割会怎么样？就不跟他结婚吗？女孩应该不会吧？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一次割了，他过2天说他喜欢杨过，喜欢断臂，说考虑你断1只手，就是他万一要求越来越多怎么办呢？他万一哪天，哎，你要不然哪天给我打个嘟嘟唇？嘟嘟唇说什么？哎，哪天你填一下苹果肌吗？这女孩的目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为了好看养眼，还是这个女生肯定是为他好，我觉得啊。但我在想，这个女孩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要结婚了，想要得到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就是她想让这个男生为她付出某一定的，就是才证明你是爱我的，我才愿意跟你结婚。你就是说它是个考验嘛？对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它代表的是我对你的认知和你对自己的认知，这里面出现了一些矛盾。那不能说我用某一件事情作为要挟，逼迫你来改变。那以后就有可能说，你必须要给我买个房子，不然的话，我就不跟你生小孩。对吧？那这种事情，那就是我永远在退，那不行的嘛。这里有人会为自己最爱的人去割双眼皮，或者去改变身体的某一种。如果是他提出的，肯定我不会答应的，除非是我自己想。对不对？他拿这个作为要挟。比如说杰哥跟你说，娜娜，我好喜欢光头的手感，你可以为我剃个光头吗？我就把徐峥老师请过来，何老师都摸过的，你试一下。徐峥老师又被 Q 了，那怎么给他建议呢？这个太尴尬了，从来没见过，闻所未闻。谢谢。咋说呀？这个。你要让我交换，你也给我交换一个东西。对赌，签个协议，对赌协议，这样就不平等。而且是拿结婚当做条件来交换，这个条件太大了。有没有那种有限时间的手术，就是他过一段时间就不是自己弹回来了？我想到了，这个男的可以去弄一个那种双眼皮胶的，就是闭不上眼睛那种，吓一下那个女生。你说，你看我割了双眼皮以后，你看就这样睁着，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干哦，好干哦。你还喜欢我吗？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就是说治根不治本？对，治根不治本，就这么跟他说吧。你要告诉他，不能以割双眼皮作为结婚的条件。你们要结婚，只是因为爱而结婚，而不是因为你割了双眼皮而结婚。希望你们可以幸福。然后沟通也是需要勇气，需要方式。加油。
朋友，请听好，节目组冒昧打扰。前一阵子网上热火朝天的讨论工作制的利与弊，我看了有些好笑，因为我的工作作息一直是007，而且已经持续了整整15年。007就是等于是24小时待命，从0点到0点，而且是1周工作7天。然后我时常会去看我的同龄人在干什么，看他们的生活状态。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我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远不如我，但是他们朝9晚5，每天准时回家吃饭，也常常会在朋友圈分享下馆子的照片。我能够从他们的文字和照片里感受到那种人间烟火气的真实开心。其实我可以轻易地买到我所要的一切，吃的、喝的、用的，不用去考虑价格负担。但是我回到家，没有人等我开饭，周末没有朋友喊我聚会。看到好看的电影和书籍，完成了重要的工作，我也找不到人跟我分享我的喜悦。有时候我会想，我的生活真的快乐吗？我把一切给了工作，可是在这之后，我得到的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偶尔我会想，为什么我不能做一条咸鱼呢？就像我身边大多数人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享受最普通平凡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我甚至幻想放弃现在的一切，干脆去流浪，每天晒晒太阳，什么都不想，就这样挥霍时光。但是我又害怕，我怕变成这样的人会被人说是 loser， 是生活的逃兵，说我从高处自甘跌落，自暴自弃。而且我真的有勇气抛下现有的一切，享受成为咸鱼的快乐吗？谁又知道咸鱼是不是有着和我现在还不清楚的另外一层烦恼呢？最后一句点到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会有烦恼。他自己很清晰了，其实他只是在犹豫，在徘徊而已。但他很明白，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和苦恼。我觉得他的那个恐慌，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其实跟他很像的，我原来就是没有想过要停下来，但经过这2个月之后，我现在觉得我会想停下来。我甚至在头2天复工的时候，我很认真的想过退休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念那种每一天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好忙啊。然后每天就看到自己一点点解锁不同的生活技能，然后给自己一点点好像除了工作之外的其他的小成就、小荣耀。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第2天必须要做什么的压力，其实挺舒服的。可是我很清楚，我短期内我做不到。但其实我今天情绪也比较不一样。我俩来的路上一路说，就有一种刚参加选秀的时候那个热情跟动力，反而疫情期间结束了过后，会让我更想好好的去专注现在的事。是年龄的问题吗？你看我复工，我就想着我留念那个休息的时候，然后年轻人就想说哇，热情回来了啊，上班了，不一样，真的。我相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应该慢慢的感受到了，就是比如说慢下来的感受，看他有没有勇气做这个决定吧。就是得看他自己想，自己去考虑。如果你真的有勇气，那你就做，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他幸运的是，他现在可以拥有选择权，对吧？对。我来跟他说。米斯特你好，其实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所以当你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也意味着你选择了另外一种烦恼。我相信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不太有机会完全的改变，但是你应该想办法部分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相信以你的能力，你会把自己的生活步调调整到最舒服的样子。在这边祝福你，同时也希望你的明天如愿。我们是要上船了吗？现在是6点10分，大概7点前浮台能准备好。哇，真的在那儿啊？对，估计我们就连彩排到直播，我们就在上面解决了。哇，太酷了！带个鱼竿嘛，带个鱼竿。那我们先上去吧，走。太酷了！今天竟然是在船上哎，竟然是在湖上哎。好爽啊！我也笑惨了，真的是。啊！天哪，好棒呀！
欢迎收听今天的《朋友请听好》广播小站。现在养孩子太费钞票了呀，吃的用的都得是大牌。乖乖，你吃的比我都好。再不保养，我就没脸见人了。太难了。不难不难，一点都不难。京东母婴，正品高性价比更放心。京东宠物，爱宠粮食玩具优惠多。京东美妆，大牌护肤品全面呵护。逛京东，生活所需一站购齐，正品爆款随心抢，超多优惠买到爽。京东。现在是百度 APP 搜索专线时间。喂，何老师，白头发越拔越多吗？不会，但你可能会秃。喝骨头汤会补钙吗？不能，反而可能长肉。饭后喝酸奶助消化吗？瘦脸吗？是可以助眠吗？不对，都不对。何老师怎么这么厉害？是百度 APP 搜索厉害。这上面有10万个专家随时为我解答，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有问题百度一下，权威搜索，快速解答。本节目由搜索就用8亿人都在用的百度 APP 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更多企业海量职位在招聘。本节目由找工作就是快的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常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听着就美好，财富生活全知晓的招商银行 APP 赞助播出。Real 微醺，一个人的小酒。本节目由 Real 微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新快煮面食有你一面赞助播出。阳光日晒好面，营养美味好料。本节目由麦富迪犬猫粮赞助播出。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好羊奶选蓝河。本节目由新西兰原罐出品的蓝河羊奶粉赞助播出。每周2中午12点，朋友请吃好；每周6中午12点，喵喵请听好；每周日中午12点，朋友请直播。更多完整内容尽在会员版。下载8亿用户都在用的网易云音乐，畅听节目独家音频。走，吃个面。好嘞。哇，那个湖好美啊！真的，我们第一次实现这个愿望哎，楠楠你又给赶上了。真的是赶上了。哇哦，好香啊！好吃餐了。好了，这个节目的正式内容，正式内容开始了，主内容开始了。肉丸子就好多。我的天哪！好吃是不是？吃一口。哎呀，我想吃一点这个海带儿。太绝了！太好吃了吧！是螺蛳粉吗？弟弟喜欢吃螺蛳粉。哇！你是不是？哇，扎屎的味道出来了。只有他们结束要成。好，所有的朋友们来，拿该拿的东西，自己带自己的乐器啊。我的乐器在那边了。乐器带好，乐器带好。先走一波，我们3个先上了啊，你跟弟弟一起来。好。千玺带上他的葫芦皮。好久没坐船了，有点激动了。嘿嘿嘿，辛苦啦！我的天哪！天哪！哇，好舒服的感觉！哇，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你觉得有感觉吗？哇哇，好漂亮啊！外面这边晚上真的是就很有意境，好有感觉啊。对，哇，你看那个星星，北极星，这还有一颗，哇，太棒了，哇，太美了，好漂亮！如果今天顺利的话，明天也可以在这儿哇。怎么有种少年派奇幻漂流记的感觉啊，兄弟？哇，好有感觉啊！我的天哪！哇，这天哪，好棒呀！哇，这小风，太酷了吧！好酷啊！你感觉它在动吗？这个是浮着的吗？我的天哪！好漂亮，好酷啊！哇，这也太舒服了吧！这也太爽了吧！好漂亮！天哪！好棒哦，你这个想法。真的，弟弟，我谢谢你，我现在已经想吐了。你觉不觉得有点飘飘的？是因为他那儿老在撞。糟糕，我已经想上厕所了。朋友们，现在是7点37分，还有23分钟之后我们就要直播了。我来说一下整体流程的安排啊。给娜娜，你念所有的1，楠楠你念3，弟弟念所有的2，妍琪念所有的4。我们都耳返了。我们说话就是这么喊是吗？就是也没有麦，这个声音还可以再大一点吗？声音很小，你反正尽量帮我开到最大吧，好不好？好 ，OK。哇，朋友们，到了，安静啊，准备啊。再说我的等会。有多久没人认真听你说话？别怕打扰，我们在听。在水一方的告白，朋友，请听好。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是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3位真火，温暖你我。今天呢，我们5位将在我们的不是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哇，今天很特别的现场，我们真的要谢谢千玺的奇思妙想。今天我们就是在湖面上进行直播的。对，而且千玺他本人也很喜欢吹湖风嘛。对。真的很开心，就是没想到我们竟然可以在这里做我们的直播。对，所以呢，今天可能大家听到的声音和各种的质感呢，可能跟我们在直播间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听到会是什么样子。果然有朋友说今天声音有点奇怪，然后声音有点小，就忍一下啊，今天忍一下，就忍一下。我们其实呢，在破了1000万之后呢，我们跟节目组有一个新的约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希望可以达到300万，300万，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加油啊！那这样好了，我们要回馈大家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即兴的小节目吧，即兴的声音礼物，好不好？哎，
我们现场有一些音乐的那个乐器，哎，哎，那是什么吉他？这个没见过，这什么拇指琴吧？对，哎，我这里怎么有一个空灵鼓？哦，这个船上怎么还有一个葫芦丝呢？嘿，巧了，这还有一键盘嘿。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有请在水一方器乐团为您带来的即兴合奏。钢琴谢娜，葫芦丝易烊千玺，吉他周正南，拇指琴张延琪，空灵鼓何炅。何老师，最后一下是什么？这最后一下正好敲在缝里。我想说，那个听众朋友端正态度啊，我们乐器一出来声，底下全是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说，真正哈哈哈的时候，你们还没到呢。我们是很认真的，你们一个都不能笑，好不好？来，准备。开始。还在吗？听众朋友们，你们还在吗？回来！好多人说厉害，哈哈哈哈！有个最高的评价，我感觉好像在看春晚。哎呀，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在水一方的告白。说到告白呢，其实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一种表达啊。但是有的时候面对面呢，就真的是告白不出来。我们要不要先打一个样？就是先我们勇敢的跟自己想要表白的人先表白一下。第一个，我们先楠楠先来，好不好？那我自己最想的可能是跟就从小一起长大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一起，我很爱你们，然后也很想你们。我也是想就是跟一直带着我长大的爷爷奶奶告白，我爱你们，谢谢你们。好棒啊！弟弟呢？我就跟家人吧，我跟我老爸、老娘还有我弟弟。我就说我爱你们，就是这么干净简单。自己说完自己还夸自己，就是这么干净简单的。就是不太敢当着面说出来。没说过是不是？你要用3种不同的声音来跟，因为这3个人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跟老爸是怎么说？老爸，我跟老爸那就说，能说谢谢你吗？跟老娘就是说我爱你。跟弟弟呢？弟弟呢？爱你，好好长大就行。他还为了不紧张，他拿那个脑子挡着脸，被我硬的压下来了。能说谢谢你吗？我爱你，爱你，好好长大。好，下面到我们娜娜了。我想跟我女儿吧，
妈妈出来工作几天了，特别特别想你们，爱你们。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睡觉了，也爱你们的爸爸。嘿嘿嘿嘿嘿。我今天呢想向一个老朋友告白。好，其实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但是我确实好多年没有跟他说过“我爱你”这3个字。我要跟丹妮告白。因为丹妮如果当年在那个高3的下午，她不求着我陪她一起去电台，我会跟这个行业失之交臂。所以呢，我要谢谢我的这位老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爱的告白，同时我们也开放我们的热线，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来互动。同时呢，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我们有京东福利时间，大家呢将会获得由京东宠物提供的宠爱礼包1份。京东宠物，宠爱有家，品质大牌，实惠到家，关爱它更懂你，快来京东宠物为你的爱宠抢购吧！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接听我们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我们今天的第1个电话呢，将会由我们的娜娜来为我们主接。好，您好，喂，何老师吗？是我，你好。那你要有什么要跟我们表达的呢？我觉得最近我的兄弟好像出了一点点的状况，但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女朋友。什么状况呀？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3个的关系非常好嘛，所以我们身边人也把我们叫做就是铁三角吧。后来呢，就是他们俩就在一起了，然后我就挺替他们俩高兴的嘛。我们毕业之后工作。我是和我的兄弟在同一个城市，然后他们俩是属于异地恋的。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和我兄弟约着出来玩，然后他就带了一个女生。我当时就问他这是什么情况嘛，然后他就说是他的高中同学来这儿找他玩，然后他尽一下地主之谊。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什么。但是后来几天，我和我兄弟出来玩的时候，他依旧还是有这个女生，而且我就看着他们俩的举动嘛，挺亲密的，所以我就很为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透露一点讯息给我这个女性的朋友，就是因为2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如果参与的过多的话，其实不利于我们关系的。第2个是因为好像在这个事儿里边，我向着谁都不算很对。我首先我想问一下，怎么称呼您呀？我叫铮铮。铮铮你好呀，我觉得有一点我很好奇啊，你们3个都是朋友，他既然不避讳你，然后带着另外这个女生出来一起玩，我觉得他胆子很大，他怎么就能够确认你不会跟这个好朋友说呢？而且他也不会，他也没有跟你。我们的关系太好了，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做事我很稳妥，我不会去做不确定的事情，所以他非常了解我。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可能会先给这个男生说，你跟这个新带过来这个女生是什么关系？你要确切的告诉我。如果他敢跟你直接表达说她就是我的现在的一个女朋友，那我觉得你要告诉他，我跟你的这个女友也是好朋友，我是会告诉他的。我一定要跟他说的，因为我跟他是朋友啊，我也不会欺骗我的朋友。要不就是你自己去说，要不就是你跟现在这个保持距离，你得为你做的所有事情负责，你也得对我负责呀。你说我每天这样看着你，我心里怎么想？我得多难受。你其实是想也维持你们3个的关系，但是这件事情到最后一定会是有人翻脸的。对。那么我觉得你要么就是告诫你的这个男生的朋友，要他不要乱来，要么就是请他跟自己的现在女朋友说清楚。对，我是觉得你可以阻止你的朋友犯错，但是你绝对不能包庇你的朋友犯错。说得对。其实如果要是说我这个女性朋友她也在听的话，其实我也挺想和她说的，就是如果要是合适的话，就是也希望她能够重新审视一下这样一段感情。你的铮铮是用的真名吗？
是的。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节目吗？我觉得会。哇，那可以了，你已经完成这件事情了，您做得很好了。这样了，我们请那个弟弟翻一句朋友的话给你，然后呢，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你在中间不会左右为难，好不好？好的。这句话说：“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就是希望你不要被夹在中间，这件事情能够有好的处理。千玺的一句歌词。哇，你怎么知道？他很了解你，他管你叫小北。我们把刚才这句话也送给那位女生。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好，谢谢铮铮，谢谢你。好，再见。下面这个电话呢，我们要请这个千玺来帮我们接了，好不好？加油哦！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我是千玺。怎么称呼您？你可以叫我燕子。想跟我们说什么呢？公司最近新来了一个女同事，她总是会不分场合的用非常夸张的语言乱夸我，然后我感觉我就有点被捧杀了。就是平常我做的一些案策划之类的，她看到了，她就会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夸我，就会说一些不愧是一本学校毕业的，能力就是很强，想法就是很独特，就是她那样的比不了。他之后呢，他就会常常要求我去帮他改呀、写方案之类的，就增加了一些我自身的这样的工作量。所以您觉得他一直在夸您，一直在捧您，是觉得他是想达到一些目的，还是？我不知道他说那些话究竟是真心的还是有目的的，但是他的确对我造成了困惑嘛。他总是会当着其他人的面夸我，甚至会当着老板的面。就会让我很下不了台。我发觉，他的同事在培养他，锻炼。那您觉得可能在他捧您以外的一些生活处理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摩擦或者之类的，还是相处的不错的？喂。挂掉了。喂，您好。好像听到了电话挂的声音。掉了。哦，掉线。喂，您好。我相信他现在还在听啊，我们先聊一聊。我觉得先不去揣测这个同事是不是有恶意，他因为他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个性。对吧？从我自己内心，我非常喜欢，就是听别人夸我。比如说，我们今天大本营的制作人在那儿，然后何老师说：“娜娜是真不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都很开心。”这个是我的感觉。但是如果说这人一看就特假的在说，说的也没说到点儿上。比如说，我就说，在我心中，娜娜你就是朗朗啊。对，就夸的不在点儿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这么说，你还是会高兴的。因为我弹琴弹得好，我开心啊。其实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他总是夸我，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你把我捧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其实还不够格的话，那我就继续努力，我一定要到那个位置，然后你就闭嘴了。但是他不是还有个问题吗？他夸我。经常是把工作推给我，然后我又不太懂拒绝，这个干净利索的拒绝他也是需要夸高兴了就推一堆工作给他。哎，有时候你用另外的方式去应对，其实你自己不会难受，反倒夸回去他会觉得有点那个难受，有点尴尬。而且我觉得你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说了之后，他可能也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觉得，如果有意图的去夸的话，你就不要去接受这种夸奖。他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工作，也把这个朋友的对你的评论，其实在你的心中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我们现在还是请弟弟来分享一句朋友的话给他。
心在哪儿，时间在哪儿，行动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啊，这是我写的，是娜娜写的，这是那是光照亮的地方里面的一句话。这软植入。哎，各位可能注意到，我们刚才传来一阵电话的声音。我们现在这个浮台上面有200多个人，在紧急的更换设备，场面相当的壮观。接受。下面一通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喂 ，Hello，Hello， 在吗？好，现在电话还没有进来，没有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爱的告白，同时我们也开放我们的热线。请问你对一个好的购物 APP 有什么样的想象呢？希望东西多。京东 APP 万千好物。希望商品真。大牌正品有保障。希望购买方便。省钱省力可信赖，京东 APP 满足你的想象，逛起来！我们今天在这个湖上的这个直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想呢，可能朋友们听到的声音呢，跟我们听到的声音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技术上呢，会有一些调试的过程。但是我想呢，可能每一次的新的尝试都会有一个要慢慢的就是摸索，然后让它达到更好的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对对对，如果你们今天在就是听直播的时候，有的地方声音特别小的话，你们就那个到时候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湖面上，所以我们所有的接听电话其实是通过真实的一部手机来接听的，所以呢，这个信号不稳定呢，大家也可以理解。继续抓紧时间为大家传递爱的告白。一个喜欢了5年的男孩子，我不敢用告白这个词，因为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确实像你说的，时间会磨平一切，你我以后都会有新的朋友。我很想继续和你做朋友，但是怕自己还是忍不住想越界会想多，所以还是不敢打扰你。发在这里没人看见吧？醋。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哦，电话进来了吗？电话进来了吗？我先接听吧。喂，您好，您好。没有。有，你好。没有。你好。是工作人员吧？导播吧？好棒啊！那个在电视正式播出的时候，这一段一定没有，所以呢，各位今天听直播的朋友，您抄着了，这就属于播出事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面对。好，假装没有事啊，来。
如果要告白，自私一点就告白自己吧。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小个子，长得也不是很好看，脾气也很暴躁，但是今年我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优点。虽然矮，但是自己很会搭配啊。刚才说有一个电话，就是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电话。但我们并没有听到。天哪！我们这个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看这期节目呀！我们这个相当忙。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福台上面，我们在分享大家告白，然后娜娜在旁边弹的琴的时候，我们觉得浪漫的不得了。然后我们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突然有弹幕告诉我们说，因为娜娜的那个声音是直接进的线路，所以呢，她的声音就是琴的声音极其的饱满，就好像是就是我们在隔壁，然后你在主卧。哦，真的吗？就是，所以他们在底下都是那种娜娜住手，不要再弹了。真的吗？真的。但没事。是在吼我吗？哟，不是吼你，没有吼你，很非常温暖的说，娜娜，说娜娜可以了，不要再弹了。你说完以后，我真的好担心，我们开始的那个合奏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我真的好害怕呀。你的琴的声音，对，我真的好害怕呀。钢琴独奏。我们决定把我们刚才即兴随手的器乐合奏再演奏一遍，送给他，好不好？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一次为大家进行这次合奏。7。琴的声音怎么太小了，根本听不到。我还没弹完呢。你看我这里琴一调小声嘛，就大家都听不见了。都听不见。重点是吹葫芦丝的那个人笑场。葫芦丝漏气了。说好。而且我这声音一关小吧，全都是葫芦丝声。葫芦丝的笑场，他们都是嗷，你看嘛。吹葫芦丝的笑场，旁边弹母子琴的在那边议论，我这边还没弹完呢。还在演奏中你议论啥？一点都不专业。吹葫芦丝的笑场，旁边弹母子琴的在那边议论，我这边还没弹完呢。弹母子琴的在那边议论，一点都不专业。还在演奏中你议论啥？再来一次，我这个声大一点，声大一点。各位朋友们，6、7。很成功。朋友们，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感受，好不好？首先，我必须要强调啊，在水面上播是弟弟的主意，是千玺的主意。啊，你觉得怎么样？今天？我觉得在咱们这个现场，虽然操作上会有一点混乱啊，但我觉得对大自然的感受来说是很美好和温暖，对不对？至少，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呢，就特别喜欢不停的有新鲜的东西出现，
直播间呢，其实平常它是不透风的嘛，然后在这里呢，它是四面湖风环绕，也觉得很不一样的一次直播的感受。必须跟大家讲，就是我来到这个浮台上，我就想上厕所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知道7点多钟上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所以呢，我整个人的心情呢，其实是有一些激动的。那么我想呢，可能节目组呢非常的开心，因为节目组一直盼望着能够有这么一次手忙脚乱的直播。今天突然说浮台可以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准备。原来，所以他们是故意的，也不是故意的，弟弟，不是试过了，可谁也不想故意。弟弟在甩锅有没有？这个主意上出的，你看都有没有？在甩责任。延吉第一次也是蒙的，眼睛是散的。他今天一直问我，哎，这个节目是个什么？我说进去吃，从早吃到晚。进去吃，从早吃到晚。楠楠就说随便吃。就是楠楠，你出去是这么去宣传我们节目的呀？进去吃。从早吃到晚，然后我今天来了之后，还以为我们会在湖面上就是开始一场非常认真的谈心的活动，是，结果没想到就变成江湖艺人了，上来就是先抓住乐器，先来了一段非常即兴的演出，对。我们在这边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大家爱的告白，告白一份职业，医生。感谢他们挽救了这么多的生命，又给无数人带去了温暖和力量。一种身份，父母，感恩他们给世界带来了那么多的新的生命。很幸运生活在如此平和的年代和国度，遇到困难迎刃而解，静待花开，我们在一起。我们3个都是女孩，都是常德人。从初中到现在已经是大学生的我们，有了地理上面的距离，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对方最好的网友。小熊、小汪、小翔永远在一起。我爱我的姐妹。告白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管我做什么，做对做错，只要我跟他说，他都会支持我。我很开心能认识他。怀孕3个月，老公从一个基本不怎么会做菜的人，到现在每天研究菜谱，真的很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告白我们的父母。一直包容我、照顾我和弟弟这么多年，在我们人生中点亮了一盏又一盏的明灯。奶奶，我爱你，我想你，我想让你天天住在我的梦里。我想告白武汉的白衣天使，我想说，因为你们，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才能为这场即将取得的胜利而骄傲。爱白衣天使们。告白祖国，也许有人说这会不会太主旋律了？但我想说，虽然这次疫情我们面对了很多问题，但我们的国家没有让人民失望。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每个中国人最坚强的后盾。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包括坚持在家隔离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向你们表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说的是，我爱你。哇！我觉得还蛮圆满的。辛苦啦！耶！今天真的很棒哇！太爽了吧！我们回来了！回来啦！回来啦！这个是送给你们的礼物，SKG 的颈椎按摩仪。哦 ，SKG 的那个颈椎按摩仪，它是放松脖子的。谢谢。我旅行的时候就会带一个。它就是这样从这儿这样打开，用这个来控制的。控制，它就一戴上以后，它一控制，没有了，没有。啊，这是什么？怎么在发热啊？对啊，它就是发热啊。哦，很舒服。啊，好神奇啊！刚才节目组还专门派人过来跟我说，就是扣印的那个设备试了3天都没事儿。他今天不是信号好不好的问题，它是断了。也有可能是混乱中给弄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我们演奏的音乐对设备进行了破坏。我估计技术组的同事肯定特别懊恼，忙了这么几天，对，最后出来手忙脚乱。今天晚上有一刻觉得垮了吗？我有一刻，我听说只有我的前身的。今天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根据弹幕来互动、来聊天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电脑也没网了。你知道刚才弟弟有多机敏吗？弟弟当机立断，他正好带了手机，他就把自己手机热点一打开，就赶快飞快的用那个电脑接他的手机热点，就是在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哇，弟弟好机敏啊！所以后面我们整个电台节目是靠弟弟的手机流量在支撑。能给我点话费吗？我当时又觉得弟弟非常非常的大方，但是当直播刚一结束的时候，弟弟手忙脚的时候，赶快关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在乎的。不是，昨天刚给我短信说我这个月欠了160多块钱，我让节目组转给你好不好，弟弟，好吗？好。弟弟真说的好，他说了好啊，真的假的？开玩笑，开玩笑。楠楠，你们在演出的时候有什么直播啊，或者有什么出什么状况吗？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咱们演唱会那次，就是那个灯牌往下降的时候，突然它2根绳子有一根绳子断了，那个另外一边就直接往下就往，它等于变成钟摆，对，直接就往下，而且那个时候还在凹造型，还不能动，对，因为那个砸下来就不用说了，我们台上11个人肯定全下去了，吓死了，哎呦。千玺，你们呢？有一次演唱会，我要做一个后空翻，本来那个翻我就没怎么练好，然后我上台之前我就超级紧张，而且当时那个鞋找的还是大的，大很多，然后要往里垫3、4层还是4、5层鞋垫，然后我再去做那个空翻，那很容易崴着脚。反正我一般练的时候，我是能双手双脚一起落在地上，但那次的时候是膝盖当就弹在地上，然后幸亏弹完之后赶紧做个表情，然后抬头，就赶紧圆回来。疼啊，膝盖直接下去，很容易受伤。我印象就是当时我们演话剧的时候，在舞台上停电了，然后麦就没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应急的照明灯在那照着，然后黄磊正在舞台上演那个老年江滨柳，就是那种病弱膏肓的声音，老年人的声音。说了你也不懂，你看到我脖子上这条围巾了吗？然后砰就没电了，就看到一个70多岁，生命走到尽头的一个老者，咦，看到我系的这条围巾了吗？就开始喊，只能用自己的中气。后面就硬演了一阵子，用肉嗓。我反正是有走到路上，鞋跟儿给插到那个缝里了，然后还得往前走，装作还有鞋的样子。但我觉得今天这样还挺好玩的。真的，我们要敬一下大家，我们配合太默契了。就那个告白，一个眼神，娜娜就拿起来开始继续念，哇！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缺点你复盘了，哎，小心磕着了。你看了吗？还没。
300万我就够呛。本期直播顺利完成。本期广播设定的目标点亮数为300万双耳朵，实际点亮数为今天我们分组接力直播。千玺，你的助手来了吗？哎呦，我小学的时候是广播站的站长。什么是要来夺位的吗？我小时候就是广播站的站长。我都是指挥别人。夸一下自己。千玺，你的朋友跟你风格差异很大。你们表演一段才艺，选择搭档。好，你这样边打快板边说唱边 B-box。我退赛，freestyle 一下吧。哎呦，欢迎来到，朋友请听好。我个人很喜欢你的演出。我是发起人。我不同意谢 PD 的观点。他一直想当我 PD 的位置，但是总是差一步。还带了唢呐。只有弟弟没有吹响了。一个吹葫芦丝的吹不成唢了。歌只是个传说，惊喜还挺活泼的。活泼吗？面对击负吧！倒计时是什么？1小时55分钟就要直播了。咱是7点还是8点？弟弟，你怎么了，我的弟弟？我们是以真心话的形式来，还是就是直接问？这个问题你太讨厌了。你记得你就要坐娜娜这儿，紧张的不行。就是这样评价。咱要么就换个别的形式。15分钟之后要进去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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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有人都把耳返戴上了啊！对 ，sorry， 这个音乐在哪里？怎么还在放啊？我是一点都帮不了你哦。最后上一个厕所。快！他的麦没推。弟弟呢？啊！叫一下弟弟。去叫，我去叫吧。千玺。我真实的开始慌了。上微博搜索“朋友请听好”话题词，和嘉宾一起为听众答疑解惑。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平台界面新闻、凤凰新闻、1点资讯、萨卡尔。特别合作平台陌陌、WiFi 万能钥匙、闪萌。有道云笔记。电台合作975摩登音乐台106.7石家庄音乐广播。感谢网媒支持：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华网、中国青年网、中新网、北新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大香网、大众网。一路走回家。说车站风好大，说喜欢那个他，说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说深夜路灯下你影子像小马，说远方好远啊，然而今天也很勇敢啊。